系统升级完成，正在唤醒宿主。宿主该醒来了。死后300年，我竟复活了。当年坐下的百位弟子，大徒弟以力正道，二徒弟推演天机，连随便收留的小丫头都成了一方女帝。宿主当前修为尽失，需获取昔日弟子崇拜值，方可长生。师兄，女帝干嘛非让咱们守这破山谷？闭嘴！这里埋葬着圣师，就连咱们高高在上的女帝也曾是圣师的弟子。两位，苍鹰阵怎么走？没听清？我问，苍鹰阵怎么走？这怎么可能？禁区里走出来个大活人，快去禀告女帝！女帝大人，圣师安眠的禁地，有人走出来了！师傅，你说什么？那处禁地有我布下的芳华天幕，当时无人能破。那人长什么样？是个男子，只有炼神初期修为，为了苍鹰阵的方向就走了。师尊当年明明是白发老者，难道他真的回来了？传我令，封锁苍鹰阵方圆1000里，全力搜寻，切记，绝不可无礼。这叫阵？老丈，打听个事，可曾听过一位姓陈的女子，修为极高？没听过。客官若想找人，去城东的天机阁，只要灵石够，什么都能查到。这熟悉的狗屁不通的标语，莫非是我那二徒弟开的店？打听个人，陈万华。你疯了！万华女帝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，不要命别连累我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当年那丫头，如今也出息了。都闪开！天机阁还有9月生机的下落，我师妹中了剧毒，我叶青梅倾家荡产也要买。如果用9叶生机草的话，你师妹不出30息，会更严重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！敢无视我，找死！龙平安，退下。七脉之蛇，通体漆黑，身上带有6个银环，对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毒发已有2个时辰还能喘气，说明之前救治的人有点本事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我可是王谷嫡传，这点小毒手到秦来，但不多。9叶生机药性极烈，用下去只会催发毒素，当场暴毙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乃王谷亲传弟子，你连王谷的神药都敢质疑？哪个山沟里钻出来的土鳖？阁下，王谷乃300年前崛起的医道圣地，前身是圣医堂。木星，300年前那个天天咳血的病秧子徒弟，竟然成了一代医圣。随你。我这就来搞炼制丹药。好了，灵素的气息平稳了。灵素，你醒醒！我说过，9叶生机只会加速毒发，现在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求他，求求你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
小子身上带药材了吧？钱拿出来，丹炉借我。你干什么？连瓶子一起扔，大乱炖吗？那是你才需要了解的东西。气灵幻想，连我师尊都只能勉强催动，这怎么可能？还差一位。七星解丹，3息之内服下，否则效力减半。吃下去真的不会有事吗？疯了！那种乱炖出来的毒丹，天王老子也救不回来。别动，他在排毒。我体内的毒没了，活了，真活了，神迹啊！老夫行医60载，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等奇事。是啊，毒丹可是能要人命的，什么时候能救人了？叶姑娘明明是中了剧毒，结果被毒丹治好，这种情况简直匪夷所思。师父曾对我说过，天下药材不分有毒无毒，那只是庸医对自己水平的掩饰罢了。毒药可杀人，亦可救人。这人淡然自若的气质，举手投足间的从容，甚至站立的姿势，都与师祖的画像如此相似。难道不可能？师祖已经仙逝多年，可是明明是中毒，按理说用9叶生机草最好，为什么最后是毒药治好的？这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。敢问前辈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倒是想起了当年木星跟随我学医时的模样。虽然一样蠢笨，但胜在勤奋好学，也不是无药可修。七脉指蛇虽然是毒蛇，却不靠毒杀人，它是靠将自己的生命力灌注进目标的体内。你用9叶生机草，不就等于在火堆中加了一把柴？自然明白，只有用毒药对冲，才能解这个毒，这是基本道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的丹药不仅没用，反而加速了毒性发作。多谢前辈指点，弟子受教了。这等通透的医理，这等高深的造诣，即便放在药王谷，也是顶尖级别的存在啊！七脉指蛇明明在400年前就极少出现了，为何还会出现？难道是有人特意培育？看来此事蹊跷，得去看看才行。恩人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若非恩人出手，师妹今日必死无疑。不必挂怀，要不是看在万华女帝的面子上，我才懒得多管闲事。您认识我们万华女帝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比你们任何人都要熟悉。系统激活，欢迎回来。姓名陈长生，修为炼神巅峰，崇拜值寿命原有315年。这就是系统的力量吗？又多了15年寿命。每集齐100点声望，便可增1年寿命。这才一会儿功夫，就延长了15年。如此看来，不用再担心寿终正寝了。只要有足够的崇拜值，活多久都是可能的。破镜宝器曾言，唯有门下静穆才可生出静意之力。这是……可叶青梅他们并非我门下弟子，为何也能带来静穆之力？原来如此。冰，叶青梅他们虽然不是我的弟子，却是万华的门人，也就是我的徒孙辈。系统把他们也算作了广义上的弟子后辈，故而他们的崇拜也能被计入崇拜值。这是好事啊！刚刚消耗了15000点，修为直接跃升至炼神巅峰。不过，
为了获取更多的崇拜值，还是得先见到万华女帝，确认其他弟子的下落。各位，告辞了。前辈，您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天大地大，皆可去得。趁着时间，不如试试能否冲击六合境界的壁垒。你说那人到底是谁？竟然能如此精通医术，连药王谷的丹方都能随手破解。不知道，但他绝非等闲之辈。那种对药理的理解，连我师父都未必能及。而且他竟然认识师尊。师尊的气息，是师尊回来了吗？有趣。此人是谁？气息有些眼熟。那个气息，不可能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客官，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，最好安静些的。有，2楼靠后院的上房，保准清静。客官，需要热水吗？不必了，你下去吧。好的，您歇着。既然已经到了炼神巅峰，距离六合境也只有1步之遥，正好借这机会突破一下。收徒100人，系统奖励的功法和神通无数，吞天魔功只是其一，还有剑、丹、阵、符各道。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如今相当于重修一世，不可能样样精通，还是选择最适合我的羽化生生诀。这是一门直指天庭境界的绝世功法，前世我便修此法到了生死境巅峰，只因寿命耗尽才未能突破神桥。如今寿命无忧，它自是最佳选择。确定了基础功法，接下来就是神通手段了。至于神通，自然是选最厉害的剑法，御剑飞行，剑开天门。这门剑法，我当年并未主修，而是传授给了一个天生剑心的弟子。初见他时，他便是这般执着，我被他的专注打动，收他为徒。没想到剑万生竟是个奇才，短短3年便将上清炫诀大成，自创出万剑归宗。也不知道小剑现在怎么样了。现在先突破再说。那是什么？好亮的光，莫非是有仙人降临了？六合境，天地人3才和阴阳2气，跨入此境，便能调动天地之力。来吧！还不够。我，陈长生，一个在死亡边缘反复横跳的倒霉蛋。这就是六合境的壁垒吗？比想象中坚固，不过并非牢不可破。
既然无法一步登天，基础开始，重修羽化生生诀，以此破境。快看外面，这天上怎么了？快看天上，那是什么？天哪！好壮观的景象！这是有大能者在突破境界吗？老夫活了80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异象。这恐怕是某位大能在突破天庭境界。天哪！整个大陆多少年没出现过天庭境界的强者了？爹，什么是天庭境界？很厉害吗？那已经不是厉害能形容的了。传说天庭境界的强者，一念可动山河。一怒可灭城池，堪称半仙之体。这灵气太浓郁了，我感觉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来。好神奇！我筋骨中的暗伤竟然自动愈合。我突破了！只是吸了几口这灵气，竟然就突破了一个小境界。这是谁家的老祖宗突破了，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？我活了近100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异象。这是灵脉觉醒！天啊，苍鹰镇竟然有如此多的灵脉！这种异象，这种气息，莫非是昔日的那位无上强者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……除非……把所有在外的子弟都召回来，告诉他们，近日不得外出，尤其不要去城中心乱逛。老爷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没看到刚才的异象？异象？那分明是某个大人物在突破境界。能引起如此异象的，至少是天庭境的大能。这等人物，岂是我们能随意冒犯的？天庭境？那岂不是堪比女帝的存在？慎言！
天庭境的强者，大陆上屈指可数，一个个都是可以开宗立派的存在。不知道是哪位大能路过我们苍鹰镇，竟在此突破。速速派人前往万华宗，将此事禀报给女帝大人，请她定夺。是，家主。父亲，刚才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过能引动天地异象，恐怕是有大能者在突破境界。大能者是比您还厉害的人吗？比我厉害的人多了去了，但能引起如此异象的，怕是比宗主大人还要强的存在。比宗主还强？那岂不是和女帝大人一个级别的人物？莫要胡言！近日不要外出，尤其不要去城中心瞎逛。我这就派人去通知万华宗，这等大事必须由女帝定夺。诸位，刚才的异象大家都看到了，那分明是有绝世强者在突破境界。不错，如此声势，至少是神桥境的大能，甚至还是天庭。问题是，这位大能是谁？当务之急是将此事上报万华宗，无论这位大能是谁，都牵涉到我们苍鹰镇的安危，必须请女帝定夺。庞大的灵气反哺，也在不断的滋养着他的筋骨与灵魂。就是现在！六合境界，真正的六合境界。这种力量比之前强大了何止10倍。系统提示音：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，再加上系统辅助，这突破境界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是时候去见见那个小丫头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，还认不认得出自己的师父。小二，向你打听个人，可知万华宗的叶青梅在何处落脚？那位万华宗的叶青梅姑娘，好像是住在城东的清风雅舍。那是万华宗在我们苍鹰镇的落脚点。听说了吗？有大能者在我们苍鹰镇突破境界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家的老槐树昨晚竟然开花了，明明都已经枯了3年了。哎呦，我婆婆的腿疼也好了，说是沐浴在那灵气中，浑身舒坦的不行。这位公子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我来找叶青梅。公子请随我来，叶青梅姑娘在2楼等您。恩人来了，请坐。多亏了恩人出手相救，师妹才能转危为安。小事一桩，你师妹如何？托恩人的福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多谢恩人救命之恩，若非恩人出手，灵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不必言谢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龙师兄，你怎么还站在这里？你守了一夜。怎么，你还没走？弟子一直在等前辈。等我？所谓何事？
请前辈与弟子一同前往药王谷，让弟子引荐前辈见我师祖。你想让我去见你师祖？是的，师祖一心沉浸在医术中，唯有医术能让师祖动容。前辈医术如此高超，又这般年轻，若是能拜入药王谷，师祖定会欣喜若狂。而且这样一来，弟子今后也能经常向前辈讨教。木姓那个臭小子，当年收他为徒，就看中了他那颗赤诚的医者之心。过了300年，他的本心应该也不会改变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前辈，弟子这就准备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叶青梅，我有个晚辈在万华宗，想请你带我去一趟万华宗。我有事要问这个晚辈。晚辈在万华宗，这般年纪能有什么晚辈在我们万华宗？看他清秀温和，确实不像坏人。恩人救了师妹性命，这点小要求自然可以答应。多谢。正好，我们此行任务已经完成，准备返回宗门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在城门口等你们。师姐，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年纪轻轻，医术却如此高明。不知道，但他既然救了你，想必不是坏人。带他回宗门见见那个所谓的晚辈。恩人久等了。不必多礼。恩人也骑马吗？我们准备了坐骑。不必了，我自有办法。走吧。万华宗远不远？远是不远，一路向西3日可到。这位恩人果然不是普通人。这就是万华宗。好一个万华宗，这灵气浓度恐怕比一般地方提升了100倍不止。自从女帝建立万华宗以来，不断有天才地宝被运来，加上女帝亲自布置的聚灵大阵，使得宗门灵气日益浓郁。那是九尾灵狐。恩人好眼力，那确实是九尾灵狐，是我宗门驯养的灵兽之一，通灵性，懂人言，专门护卫山门。连九尾灵狐这等稀世灵兽都能驯养，看来这小丫头确实有些手段。这里还真像那么回事，不负圣地之名，甚至隐隐有上方仙界韵味。恩人过奖了，我万华宗虽然繁盛，但与真正的仙界相比，恐怕还差得远呢。那是丹院，专门炼制各种丹药。那边是剑锋，我宗剑修弟子的修炼之地。那就是女帝宫殿，就是女帝宫殿。通常只有女帝的命令传下来，几乎见不到女帝的面。是吗？女帝平时很少出现。是的，女帝常年闭关修炼，
只有重大事件才会现身。听长老们说，女帝正在冲击更高的境界。楠楠，300年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那时的你，只是一个在街头乞讨的瘦小女孩，衣衫褴褛，面黄肌瘦，却有一双倔强的眼睛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经成了威震大陆的女帝，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宗门，统领着数百万弟子。时间，当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。恩人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感慨，时光无情，世事变迁。恩人，您要找的晚辈究竟叫什么名字？或许我能帮忙打听一下。我虽然不能带您直接去女帝宫殿，但若是知道了名字，或许能通过其他途径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师姐，他直接往女帝宫殿去了，我们得赶紧追上去，免得他出事。赶紧上来，追！楠楠，300年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恩人前辈，请留步，那里是禁地。站住！前方禁地，闲杂人等速速退去。这6人竟都是7星境界巅峰。我如今虽只是6合境界初期，但他们还能拦不住我。清华，情况如何了？回禀女帝，那个从圣地走出来的少年，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属下已经派人在大陆各处搜寻，但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身影。继续找。另外，天机阁那边呢？已经委托天机阁的人全力寻找，若有消息，天机阁承诺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那个少年一定和师父有关系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我跟随女帝200余年，还从未见他有如此大的情绪波动，如今竟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少年如此关心。莫非就像话本里写的，宗门宗主爱上扫地弟子？难道女帝是看上了那个少年？若真如此，这少年的来历可就大有蹊跷了。你在想什么？弟子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只是担心女帝为一个外人如此操心，是否值得？他不是外人。那他是？够了，继续找人，不必多问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师父，真的是您回来了吗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你能找到这里来？这里是万华宗的禁地，非宗门重要人物不得轻易靠近。阁下若是再强闯，别怪我等不客气。且慢，且慢！白师兄，抱歉，抱歉。这位是我在外执行任务时结识的恩人。恩人，这里是禁地，我们不能贸然闯入。若是惊动了宗门大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来是要来硬的了。恩人，我们先下山吧。再不走，休怪我等不客气。罢了，那就让他知道我来了吧。怎么回事？
女帝，是女帝的气息。女帝大人究竟是？安静！女帝大人的事，岂是你等可以妄加揣测的？速速回去做事！这就是神桥境界巅峰的力量吗？光是气息就如此恐怖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完了！肯定是你触怒了女帝大人！快走，快滚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女帝大人一旦发怒，整个万华宗上下没有一个人敢忤逆。你若不走，不仅你性命不保，连我们也要跟着遭殃。求求你了，快离开吧！恩人，我们先回去，改日再来不迟。万华女帝大人！小丫头，长大了。师祖息怒，弟子这就带恩人离开。恩人不是有意冒犯，还请师祖海安。真的是你，师尊，我终于又见到您了。看看你，都成了一代宗师了，还像个孩子一样。师尊，你还活着。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这般莽撞？难不成陈长生之前说要来找的那个晚辈，就是万华女帝？师尊，我好想你。姐姐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女帝大人怎么会？师尊，您真的回来了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……我回来了。师尊，我们去殿内详谈吧。都起来吧，今日之事不得外传。弟子遵命。刚才那一幕是真的吗？女帝大人刚才称他为师尊。拜见清华长老。师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位少年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女帝大人会对他如此恭敬？据我所知，能被师尊称为师尊的人，除了300年前作画的圣师，就再无他人。圣师？宗门创立之初，神秘圣师指点女帝修行，助她奠定根基。可圣师明明早已作画了。难道那个少年就是圣师？可圣师早在300年前就已作画，怎么可能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字都不能传出去，不管是那个少年的事情，还是师尊的表现，都要3缄其口。是。楠楠，师尊不在的这些年，弟儿经常来这里坐坐，总觉得这样能离师尊近一些。请师尊用茶。好茶，比当年的那些野草茶强多了。有什么疑惑，尽管问吧。师尊，您怎么变得这么年轻了？
虽然样貌变了，但这股熟悉的气息绝不会骗人。怎么样，为师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帅的吧？师尊天下第一帅，还行吧，天下第二。老师3才是最帅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在我心中，师尊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。师尊最帅就完了。其实是因为修炼功法的原因，我的身体和魂魄沉寂了300年，如今功法修炼有成，就返老还童了。这个理由虽然有些漏洞，但系统的秘密绝不能透露。师尊能醒过来真好。你其他的师兄师姐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自从师父坐下之后，我们之间也很少见面了。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，都要修炼，很少有见面的机会。弟子也很久没有看到其他门师兄弟了。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在5年前，大师兄来看望了我。大师兄？没记错的话，老大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，从出生开始就感受不到灵气，也就意味着一辈子没法修炼。当初我传授他修炼的方式，一天500个俯卧撑，500个仰卧起坐，500个深蹲，再跑个20里，每天坚持，风雨无阻。只是变强的代价有点大罢了。哼，大师兄现在很好，他创建了自己的宗门，且专收无法修炼灵气的弟子，将他们培养成体修。如今体修在大陆上算是一支颇为强大的势力了。不愧是老大，这么多年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。师尊，需不需要把您重新出现的消息通知给其他师兄弟？大师兄他们若是知道您回来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。300年的光阴，谁能保证维持本心？我身上的秘密很多，知道秘密的又都是昔日弟子，轻信他人往往最容易招致麻烦。暂时不必，我刚刚回来，很多事情还不了解，先稳妥些，慢慢接触吧。弟子这就去安排，立刻封锁消息，不让师尊的事情透露出一丝一毫。就这些，最近一点有趣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吗？而且下次这种某某宗门长老搞地下情的事情就不要拿来了，真没意思。阁主教训的是，下次我们一定筛选更有价值的情报。阁主，属下倒是想起一件有些奇怪的事情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最近万华宗那边似乎在找什么人，而且是万华女帝亲自下的命令。万华宗万华女帝小师妹，她不是素来对什么事情都冷冰冰的吗？竟然会主动让人去找人。但奇怪的是，就在刚才，万华宗突然撤回了所有委托，并且一副很着急的样子。而且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万华宗甚至调动了不少人手去寻找。哦，这可真是稀奇了。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人，知道吗？哼，阁主果然慧眼如炬，属下知道阁主向来对奇闻异事感兴趣，所以特地留了一份关于被搜寻者的信息。你来了。阁主，您认识此人？啊！竟然是……其他弟子呢？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？除了大师兄之外，其他师兄弟中走得最近的
就是25师兄赵九成了。赵九成，这是25师兄最近的一些情况。师尊，25师兄是可以信任的，他一直都很想再见您一面。那是我的第25个弟。当初，赵九成还只是一个世家的杂役，每日负责打扫练武场，清理器械。想不想修炼？我要变强。于是我收下了他。他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，特别是在刀法方面，我便将自己所学的刀法倾囊相授。天生是修炼刀法的料子。他现在怎么样？赵九成师兄如今在南疆那边，听说是南疆的妖族蠢蠢欲动，他去处理妖族的事情。南疆？那里不是人族的边境地带吗？没错，南疆与妖族的地盘相邻，一直是人族的防线。25师兄在那里已经驻守了近100年了，这里就是妖族的地盘。自从300年前的那场大战后，妖族一直被压制在这片区域内，但近些年来，他们似乎有些不安分了。妖族，师尊，要不要通知25师兄？他若知道您回来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。我打算马上就去见一见老25。况且赵九成那小子向来是个刀痴，除了刀法之外，心中再无其他。要说他会变心，我是不太相信的。既然要见，不如趁早。师尊说的是。怎么了？师尊，您才刚回来，就要离开，弟子朵儿有些舍不得。傻丫头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如今我重新苏醒，那我门下的弟子就一个都不能少。不管他们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应该去见一见他们。弟子明白了，师尊重情重义，一向如此。若真有弟子变心，最伤心的一定是师尊。师尊，除了25师兄外，还有几位师兄弟也在南疆那边。哦，都有谁？31师兄、42师姐、57师弟。他们虽然不如25师兄位高权重，但也都是南疆的中坚力量。如果师尊有机会，也可以见一见他们。他们若知道师尊回来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。那是自然。既然去了南疆，我自然会把那边的弟子都见一遍。毕竟，这些可都是我的弟子啊。你先忙宗门的事情吧，我这就动身前往南疆。师尊，这是万华宗的身份令牌，持此物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各大城池和关卡。另外，这是一些灵石和丹药，请师尊一定要收下。路途遥远，弟子担心师尊会有不便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师尊一路小心。若有任何需要，弟子随时恭候师尊召唤。丁，获得万华的崇拜，获得崇拜值5万石。我勒个去，一下就5万崇拜值，5万崇拜值换算成寿命就是500年啊！不愧是我最疼爱的小弟子。若是每个弟子都能给我带来如此丰厚的崇拜值，那我这寿命岂不是要大大延长？老大，老25。借着那5万崇拜值，
如今我的境界已提升到六合巅峰，距离神桥境仅1步之遥。可是，六合巅峰，在如今这世道，恐怕连给弟子们提鞋的资格都不够吧？他们如今恐怕大多已达到，甚至超越了能撼动山河的神桥境。若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敬若神明的师尊，如今不过是个六合境界的小喽啰，会是什么反应？这便是瑶关吗？传说中能斩断一切因果的地方。300年前我曾来过这里，那时的瑶关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边境哨所，如今已发展为边境重镇。时光荏苒，沧海桑田。查验身份，在下陈长生。原来是万华宗道友，请进，请进。长生们跑！公子，要不要向导啊？公子，瑶关城的路可复杂了，没有向导，您肯定会迷路的。你为何一直跟着我？公子是生面孔，又气度不凡，必然不是普通人。公子，您要不要向导啊？你好是没发现的，公子人生地不熟的，需要一个向导。我是瑶关城土生土长的，最了解这里，可以给公子当向导，只要3块灵石。这是半妖啊！你在看什么？不必紧张。啊！我不做向导了，灵石还给你。等等，陈公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果然是半妖，难怪这孩子过得如此凄惨。我叫雨夜，今年12岁。陈长生。陈长生，好名字。这个半妖少年和其他半妖不太一样，那对小翅膀和身上若有若无的气息，都透着几分特别。我多年的识人经验告诉我，他不简单，不妨先留在身边观察一段时间。你经常在瑶关城当向导吗？只给一些看起来不会伤害我的人当向导。走吧，带我去看看这座城。这边走。瑶关城建立在南疆和东域之间，是两域的交汇点，所以城池分成2部分，一边是妖族的地盘，一边是人族的地盘，两边一直争斗不断，经常打起来。那半妖呢？住在哪里？哪里都不是我们的地方。妖族那边嫌我们血脉不纯，人族这边怕我们身上有妖性，我们大多住在那种地方，夹在中间，艰难求生。你知道天刀吗？天刀大人是我的偶像，他以一己之力守护了整个南疆边境，连妖族都对他敬畏3分。看来你很崇拜他。那当然，天刀大人不仅武力超群，而且心怀仁善，不管是人族还是半妖，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。有一次，我在东市被几个人族少年欺负，是天刀大人路过，将他们喝退了。他还给了我1块灵石，说让我好好活着，只要在瑶关城遇到恃强天弱的事情，
天刀大人都会站出来制止，不管是谁欺负谁，他都不允许。天刀大人可是整个瑶关城人族居民心中的英雄呢。那座城墙就是天刀大人亲自参与修建的。据说天刀大人一刀下去，劈开了一座山，取其石料筑成。我跟他说，我是您的弟子。老25赵九成，不过是，看来他还没忘记我这个师尊的教诲。不过妖族那边就难过多了。虽然我们在人族这边会被歧视，但妖族那边是真正的弱肉强食，毫无怜悯。几乎所有妖族看着我们半妖，都欲杀之而后快。妖族，他们是妖又不是人，哪里要讲人人平等？看来这一趟江氏来对了，不仅能见到老弟子，还能了解更多南疆人妖关系的复杂情况，对我的行动很有帮助。对了，你先前说天刀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天刀大人几乎都在南疆镇守，不过隔几个月都会回瑶关城一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2天天刀大人应该就会回来了。眼睛亮了起来，如果公子想见天刀大人，也许很快就有机会了。这家客栈很干净，价格也公道，最重要的是老板不歧视半妖，对我们很好。小雨又带客人来了，这位客官要住店？有上房吗？有，2楼右侧，采光最好的那间，1天3块中品零食。先住3天。哎，看一看啊！南疆特产千年灵果，提升修为。快点！怎么了？难道瑶光广场开启了吗？瑶光广场是什么地方？为何这么多人都往那边聚集？公子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道也正常。瑶光广场位于瑶关城的中心，是整个城池最核心的地带。那里平日不开启吗？平时广场是封闭的，要想开启，就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又有人想拔出天刀大人的刀，想拜天刀大人为师。什么？拜那个拜他为师？还有这样的流程？要拜天刀大人为师的人多如过江之鲫，哪怕天刀大人一律拒绝，拜师的人还是络绎不绝。为了清静，天刀大人在广场中央插了一柄刀。天刀啊，那可是天刀！今天的瑶关城可是比过年还要热闹。10年了，天刀终于重现江湖，也不知道这次会是哪个幸运儿能够成为天刀的主人。快看，就是这里了！借过！广场内部的景象，中央是一个凸起的石台，万人聚集。广场中央有一个略高的石台，石台上插着一柄长刀。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千人，嘈杂的议论声此起彼伏。陈长生和羽翼在人群中，听说了吗？这次陆家和吕家都来了，可不是吗？2家都是瑶关城的大族，各自都有不小的势力。听说这次他们都下了血本，派出了家族中最有天赋的年轻人。不仅如此，还听说魔元族也来人了。魔元族，那群粗鲁的畜生也敢来拔刀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替妖族找回场子，给妖族长脸。还真是到哪里都有这种无聊的种族对抗。来了，看，这是陆家的人。看呐，真的来了。他可是下一代的家主继承人啊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7星后期的境界，未来成就生死境界不成问题。7星后期，拔刀的头号热门绝对是吕梁莫属。都别争了，魔元族的力气可是出了名的大，拔个刀还不是轻轻松松？就是，你们人族不行，不代表我们妖族也不行。
魔元祖，力气再大又如何？那刀又不仅仅是靠蛮力就能拔出来的。就是，天刀大人的刀。越来越好奇了，赵九成到底插了什么刀在那里？让开点，让开点，让开点，让开点！我是真的无语了。那柄刀我认识。这特喵的不就是我当年给他打造的新手武器杀猪刀吗？没想到竟然插在这里，成了拜师的试炼道具。我当年可是灌注了精气神的，如今就这么被孤零零的插在这里，风吹日晒几十年，真是暴殄天物。臭小子，为师送你的第一个礼物就这么浪费，别让我逮到！诸位乡亲父老，今日又到了1年1度的拔刀大会，有请各位挑战者上台。陆浩是陆浩，是陆浩！在下陆浩，今日特来一试天刀大人的天刀试炼，望诸位见证。陆少侠好气度！陆浩公子不愧是陆家的顶梁柱，风范不凡。吕梁，吕阳，特来领教天刀大人的天刀。这两个废物又在搞什么鬼？正式开始，弟子陆浩今日斗胆一试。陆家刀法第一式，开天！有反应了！陆家刀法第3式，斩月！天刀当！啊！天刀破！又失败了。可能。看来今年又是无人能拔出天刀了。这天底下还有谁能拔出天刀大人的刀？恐怕是没有了。这刀可不是你们能拔出来的。这小子疯了吧？哪里冒出来的愣头青？小兄弟，你确定要尝试？拔刀需要深厚的修为和对刀法的领悟，非同小可。试试又何妨？唉，
笑死我了！六合镜连刀都没带，也敢来拔天刀大人的刀！别说六合镜，就算是生死镜的大能来了，都未必能拔出来。够了！阁下从何而来？练的是哪家刀法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我等7星境界的高手都拔不出此刀，你一个6合境的小子也敢来丢人现眼！你们人族怎么派这样的小蚂蚁来？人族没人了吗？派这种弱鸡上来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滚下来！赵九成那个臭小子，就这样把你留在这里，等我见到他，一定打烂他的屁股。出发，激活，苏醒，破壳。拔出来了！我没看错吧？怎么感觉他不是拔刀，而是刀自己飞到他手上了？不可思议！不可思议啊！南疆要变天了！我就知道公子能行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甚至连刀法都没有催动，只是伸了下手，刀就……他做到了！那个连20岁都不到的少年做到了！你们看，刀在动！是气灵，这刀已经孕育出了气灵的雏形。敢问阁下尊姓大名？长生。难道他就是天刀大人所说的那种人？能拔出这柄刀的，除了我和师尊之外，唯有刀道的绝世天才。不愧是我300年前亲手打造的，即便是再普通的材料，也挡不住他成长的潜力。今天，瞬间闪过一抹如同刀锋般凌厉的精芒，就让你彻底成型。
这怎么可能？发生了什么？好美！刀的品质在提升。啊！怎么可能？就因为他弹了那一下。小子，你又打坏了！这个月第几次了？滚出去！别在我这儿碍眼！丁，检测到锻造天才，是否收徒？等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想不想跟我学锻造之法？天下万般神通皆可成道，哪怕是锻造之法也不例外。只要你有心，就能打造出全天下最厉害的武器。既然已经有了雏形，那我就再添把火。刀灵杀猪，拜见主人。刀灵，刀灵，绝对是刀灵！姐，真的是刀灵，真的是刀灵显形了！这可是刀灵啊！诸位可知气灵意味着什么？拥有气灵的兵器，可在战斗中自主辅助主人，洞察战局，预判敌招，甚至能在千钧一发之际自行出招护主。据传，气灵成型后，能让持有者的战力凭空增加30%。30%？那岂不是说
七星境的武者只有这样的兵器，能与生死境的强者一战。不错。难怪强大的宗门都视器灵为珍宝。必须有极上等的锻造之法，必须用异于凡俗的天材地宝，最后。打造者必须将自己的一丝神魂注入其中。现今大陆上能锻造出孕育器灵的兵器的，恐怕只有那位神断王了。神断王？最关键的是。这柄刀可是天刀大人的随身佩刀啊！天刀大人佩戴它几十年，都未能孕育出器灵，而这位少侠只是轻轻一弹，就让器灵显形了。而且器灵竟然直接认他为主，这。老夫活了近20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奇事。小友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我现在真想知道，天刀大人见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？天刀大人当年说过，能拔出这把刀的只有刀道天才。可这位少侠似乎连刀道都没修炼过，难道他是？刀灵杀猪？杀猪，这是什么鬼名字？一把绝世神刀竟然叫杀猪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谁会给自己的绝世佩刀取名叫杀猪啊？有病吧！杀猪，杀猪。难道不应该叫天刀或者破云、斩月之类的吗？这取名的思路简直烂得不行，一点气势都没有。杀猪。付出去昔日天骄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可要打人了！那先生就打死我们吧！死了也值了。你们两个不够格，就算拖着我，也无济于事。
我这一趟要去南疆深处找人。你们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跟着。愿意。别急着回答，我可不会保证你们的性命安全。若是遇到我也对付不了的，我会第一时间开溜。要是你们能和我活着回来，并且通过考验，我可以考虑指点你们一二。先生，我们同意。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，若能追随先生，便是死了也值。明早城西门见。不可能！人族的小子，难道又要出现一个天刀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一个天刀就已经够麻烦的了。要是再出现一个，妖族将永远出不了南疆。去南疆处，那里可是我们的地盘。绝不能让它成长起来！公子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连天刀大人的刀都被你拔出来了，还认你为主。公子，你一定要去见天刀大人，他一定会收你为徒的。他要收我为徒，那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胆子了。公子，天刀大人可是很厉害的，整个南乡谁不敬他3分？能说这种话的，除了圣师还能有谁？可公子，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肯定不是圣师吧？啊！公子，你看什么呢？类似仙界羽族的返祖现象，看来南疆深处的赤灵芝得顺手替他寻一主了。陈长生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路人的震惊，竟然也能耗出500年的寿命。这一次收获不小。
崇拜值虽好，但要突破到7星境界，还得靠自己把这瓶水装满啊。也好，至少能省去不少苦功。羽衣，我想问问，如今南阳的情况可有什么变化？南疆很大，不知多少里，处处是高山和茂密的树林，极容易迷路。那里是妖族的地盘，盘踞着各种大妖，随便走一步，都有可能踏入某个妖王的地盘。哦，妖王很多。曾经南疆有7大妖皇，个个都是神桥境界的强者。不过自从天刀杀入南疆之后，7大妖皇就只剩下4个了，剩下的3个全都死在天刀的手中。赵九成这小子，300年没见，竟然变得这么生猛了，不愧是我陈长生的弟子。公子，你认识天刀大人？算是故人吧。公子，要是想去南疆见天刀，就得横穿半个南疆，太危险了。我不建议你贸然行动。天刀大人每年都会来瑶光城一次，在中心广场守着的坐3天。你只要等到那个时候，他发现刀被拔了，自然会来找你。太慢了，我等不了那个臭小子这么久，直接去找他。那我也要去，我熟悉地形，能带公子规避危险。也罢，你随我同去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你们就这么着急吗？当然，出发前当然要做足万全的准备。当然，时不我待，刻不容缓。先生放心，这次我们准备的十分充分，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先生的考验。听好了，这次我要去南疆中心，不是普通的历练，那里很危险，随时可能有去无回。要是现在反悔，还来得及，没人会笑话你们。当我的弟子
还差了点儿，但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。收拾一下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公子，那2个人是谁啊2个不怕死的家伙。不怕死？为什么这么说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可能是猪熊王，也可能是虎豹妖，或者是……要是这次能活着回来，我就和小易成亲。羽翼，你熟悉路，到前面来带路。快，再快点儿！跑快点，跑快点！不想被串成糖葫芦就快跑！要死要死！早知道就不来了，没想到前辈的考验竟然这么凶险。这才只是南疆的外围，还没到南疆深处呢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不能再跑了！和蛮牛比耐力，我们是不行的，最后只能被耗死。是时候反击了！畜生，有种冲我来！这还差不多。陆阳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再给我10息时间！休想！
元斩！阴天刀光！干得不错，比7天前有进步。雨燕，去旁边捡些干柴来。好嘞。好香啊！先生，好了没有？急什么？好饭不怕晚。来，趁热吃。太好吃了！这味道绝了！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们抢。怎么样？最近刀法提升的如何了？这几日你们的刀法可有精进？先生，这几天的刀法确实有了10步的精进。是啊，要是在之前遇到这种堪比生死境界的大妖，我们绝对撑不过一回合。我们就算是拼尽全力，也没法斩杀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2人联手搏杀生死境界的大妖也不成问题。既然都有提升，那就可以开始下一个阶段。你们都得死！下一个阶段，先生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？我们已经快燃尽了，再战斗下去，人都要没了。休息和安逸是留给死人的，活人就应该战斗。先生简直就是魔鬼！就是，明明看着清秀儒雅，可一旦教导起人来，就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简直是照着操练死我们去的。是，一手抓5个串都不算累。谁知道吃完这一顿还有没有下一顿了？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这是生死境界药王的妖丹，吸收掉吧，对你有好处。这可是传说中能生死人肉白骨的。照这个趋势来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说这小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先生，羽翼这小子的修炼速度怎么这么快？我注意到了，我们进入南疆才7天，他就已经能够独自对付那些小妖了。虽然羽念是半妖，但他体内的人族血脉占据上风，可以修炼人族功法。在众多功法中，我发现玄天引气诀最适合他的体质。先生果然眼光独到。那小子的天赋确实惊人，第一天听完口诀，就已经登堂入室。他只用了半个时辰。就完成了第一次引气入体，这种天赋百年难见啊！像这种天才，即便是放在我们苍玄宗，也是绝对的内门弟子人选。于燕他从未修炼过。先生，您是说雨燕从未修炼过？不仅如此，他还是半妖之身。半妖修炼人族功法，本该困难重重，但他却如鱼得水。啊！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我在家族中算是天才了，但与雨念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是啊。我家族中的顶尖天才，从入门到先天境界，也要3个月时间。而雨念，人各有所长，并不存在谁一定比谁强的道理。天赋异禀者，往往中途夭折；天资平平者，却可能笑到最后。修行之路，贵在坚持。先天巅峰要突破了。这简直是逆天啊！我突破了！不错，突破到炼神境界初期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
公子，如果不是公子赐我功法，传我口诀，我这辈子恐怕都无缘修炼之路，更别说能突破到炼神境界了。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是。血脉返祖，光靠妖丹可不够，还需要那件东西。羽翼，继续修炼，记得我教你的呼吸法，巩固境界，省得境界不稳，反受其害。是，公子。再有2天，我们就能离开南疆的边缘地带，进入中部区域了。先生，中部区域会比这里更危险吗？当然，边缘地带最强的不过是一些刚晋升生死境界的大妖。而中部区域，生死巅峰境界的大妖随处可见。什么？不止如此，中部区域甚至还有神桥境界的妖兽出没。陆浩，别露出这种表情，风险和收益向来并存。中部区域虽然危险，但也意味着更多的机遇。神桥境界的妖丹，可比这些生死境界的妖丹珍贵多了。神桥境妖丹。这几天一直操练你们2个，就是为了提升你们的战斗力和应变能力。前方的路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凶险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在那里活不下去。我们明白了，先生。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不让先生失望。无论多么困难，我们都会坚持下去。很好，有这个心态，至少不会死得太快。吃饱喝足了吗？准备继续前进吧。
这不是魔猿族的小王子吗？怎么有空来我们这里了？是来叙旧的吗？诸位，此行我来是有要事向万谋血王汇报的，还请通报一下。好吧，我这就去通报。不用了，进来吧。魔猿公子，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不知道最近几位妖皇大人在商讨重要的事情吗？这些我都清楚，但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一定要当面汇报才行。说吧。我在瑶光城巡查时，发现一名人类，他拔出了神器天刀，并轻易斩杀了3名神桥境界的妖皇。那少年或许能成为第2个天刀。你是说，天刀的刀被人拔出来了？是的，大人，我亲眼所见，那人轻而易举就将刀拔了出来。不可能，那柄刀怎么可能被轻易拔出？不仅如此，拔刀的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人族少年，并且修为境界不过才6。什么？6合境界？这绝对不可能！那刀留在瑶光城是为了震慑我们妖族，刀在，妖族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如今有人能拔出这柄刀，代表的不仅仅是天赋，而是这小子的刀法境界比天刀还要高。大人，还有更惊人的，他不仅拔了刀，还当场点化了刀灵，将刀的品质提升了上去。点化刀灵，神族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天才，此子若是成长起来，必然恐怖，难保不会是另一个天刀。这个人族少年现在何处？回大人，那小子进了南境，说是要来找人。进了南疆，进了南疆，当真是天助我也！在南疆，我们要杀一个人族少年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拿着这个，有了它，便相当于妖皇亲临，各路妖族都会听你号令。这妖皇旗的分量，你应该清楚。传我命令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也要将那个人族少年死死埋葬在南疆。是。我保证一定会弄死那小子。
不知妖皇大人的计划准备的如何了？为了这个计划，我们妖族蛰伏了整整100年。如今时机成熟，就算天刀突破到了天庭境界，也必死无疑。天道若死，南疆再无计，届时踏平人族指日可待。有妖皇在，万无一失。眼下去把那个人族少年碾碎。是。这一次，靠你了。交给我。生死境中期妖王炖的汤，错过了可没下毒。我起不来。先生，您就饶了我们吧，骨头都要断了。不错，肉质鲜美，灵气充沛。陆浩大哥，吕阳大哥，喝点汤会好受些。这也太神奇了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再来一碗。你们倒是能吃。太舒服了，刚才还累得要死，现在感觉浑身都是力量。不愧是生死境大妖的血肉。简直是补充体力和灵气的宝贝！我的真气比之前更凝实了。怎么样？这几日被追杀，有什么收获？
收获太大了。进入中部以来，满地都是生死境中期的妖王，生死之间，潜力全被逼出来了。是啊，刚才那头鳄鱼妖王，要不是先生点出他腹部白鳞是死穴，我们早成粪便了。先生那句“刀者，锋芒毕露，又藏而不露”，我终于摸到门道了。这是自然，要是这么魏兆都没提升，你们现在就滚回人族。绝不辜负先生。这山还真多，根本望不到头。南疆虽只是大陆一隅，却占了半数地界。这么大！南疆地形错综复杂，大妖盘踞，一般人族连外围都进不来呢。怎么了，先生？生死境巅峰，玄冥虎。绕道。活下来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，先生？那边有头生死境中期的赤脚魔牛，正好拿来给你们练手。天黑前解决它。你说，像咱们这样的绝世天才，到了那边会不会直接被内定为核心弟子？咱们现在的实力，放外面算什么水平？一流家族精英？你敢信？我俩现在已经是七星境界巅峰了，就差临门一脚踏入生死境，才半个月啊！要不是先生，咱们猴年马月才能摸到这个门槛。先生的教导之恩，此生难报。不过，要是先生平时能温和一点，少骂我们两句，就更好了。